大家好，在2019年12月的时候，我就已经打算在2020年3月底或4月初的时候回国看望家人，在国内待几个月。那时我都已经2年左右没有回去看望他们了，所以自然而然我很兴奋并热切地期待着这次旅行。一般我会避免春节前后出行，因为那是国内的旅行高峰期，机票的价格也会较高。再加上3月到6月是印度的夏季，大家都知道印度的夏天真的是特别热，有40多度，所以这个时段正好适合回国。在2019年12月底和2020年1月初，当中国首次报道了一批新冠肺炎病例时，我虽然有些许的担忧，但并没有特别的担心或害怕。然而，随着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确诊人数每周在成倍的上升，再加上国内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政府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应对措施。逐渐，我痛苦地意识到，这场疫情要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那种轻微的担忧已经变成了恐惧和惊慌。我非常担心国内的家人，在离他们如此遥远的异国生活。我做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能做的事情，尽可能频繁地通过电话或视频通话来了解他们的情况，确保他们平安无事。我还关注新闻、看视频，甚至还收藏了一些实时的在线技术网页，加了书签，以定期跟踪疫情的发展。这样，我不遗余力地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紧张和焦虑。另一方面，我也松了一口气，当时印度并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影响。2020年3月初，全印度的感染总数约为200人。我在印度也有家人，我不抱希望的希望印度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幸免于这场肆虐的新冠病毒。不幸的是，事与愿违。2020年3月24日，印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全面封锁，持续70天。这是作为预防措施而实施的。当时印度的确诊病例总数徘徊在500例左右。这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国家在疫情期间所能实施的最严格的预防措施。绝大多数印度人尽管有许多不便和困难，但还是支持政府的决定，并负责任地履行了强制性的公共安全协定。但是显然有些人没有。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里，有些人仍然是很多人。他们很可能将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与勇气或反抗混为一谈，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意料之中，感染人数开始激增。结果，在全国封锁的前30天内，由于限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而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果，无法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内得以保持。随着中国逐渐恢复正常，我感到越来越欣慰，但印度确诊病例的激增却让我越来越担心。我就好像是在和我的焦虑在打一场乒乓球比赛。每当我老公或公婆外出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都会有一种奇怪的恐惧和焦虑感。我知道我自己可能反应过度，但就是控制不住。终于，我找到了在这场疫情期间造成我内心紧张和焦虑的根源。是那些数字。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沉浸在这些数字中。显然，问题不在于数字的本身，而是我对它们选择性的解读。我紧盯着感染总数和死亡人数的绝对值，相反，我其实更应该关注在占比的百分比上，就是感染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多少，感染者中已经康复的比例是多少，感染者中处于危急状态的比例是多少。
处于危急状态的感染者中，已经死亡的比例是多少？活跃病例占人口的比例是多少？每100万人的病例数，每100万人的检测数，每100万人的死亡数等等，这些数据就摆在我的面前，但我选择了无视。这种选择性的无视令我很懊恼。这件事情使我认识到，看待事情要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1年半了，我还是和以往一样谨慎，戴口罩、与人保持距离、经常给自己消毒等。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都将是我继续遵循的不容置疑的必要预防措施，就算在接种疫苗后也会如此。此外，从2020年3月开始，我们家就自觉做一些额外的保护措施，如暂停外出、出去外面吃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社交、现金支付、喝冷水和饮料、请家政的服务人员等。但是在过去的许多场合，由于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我们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完全解除这些预防措施和禁令，将取决于人类能否有效地消灭这种病毒。如果按现状来看，特别是最近几个星期，印度和世界各地新增病例数出现接二连三的巨大飙升，那么谁也不清楚那将会是多远的未来。在那个未来到来之前，我想我还得继续适应这种新常态。现在我已经3年没有回国了，考虑到部分地区封锁、限制旅行、有限的国际航班以及高昂的机票价格，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国看望家人。我非常想念他们，但现在除了等待情况好转并恢复正常，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在印度也有自己的家庭，毕竟印度和中国一样，也是我的家。那么，在自己的国家过着锁国的生活，你的心境是怎样的呢？请在下方的讨论区留言告诉我。我特别想知道中国观众和印度观众的想法，如果有的话，因为我特别能体会他们的经历。谢谢大家的观看。